随着现今世界上军用卡车的发展，其作用也越来越广泛。今天就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现今10大军用卡车。新来的观众不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、订阅加关注，永远不迷路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Top 10，意大利依维柯 M250 系列卡车。此型卡车呢是由依维柯公司所设计，设计之初便是用于在各种道路和越野路面上行驶。而 M250 是6x6版本，除此之外呢还有 M3208x8 版本和 M1704x4 版本，并且这些战术军用卡车的部件有66%的通用性。而 M250 卡车最早是在2003年便开始向意大利军队交付，并且出口到了比利时、西班牙等国家，能够为前线和后方部队执行后勤任务。M250 卡车有效载荷容量也由款型而定，其中 M250.45WM 的最大有效载荷为8吨，能够牵引拖车或者火炮，其基础性是一个货物和部队载体，配置有军用卡车标准的侧倾式货箱，并且带有防水油布盖。Top 9，美国 LVSR 系列卡车。此型卡车是由 Oscar 公司所研发，在2006年，美国海军陆战队选择了 Oscar LVSR 重型战术卡车来代替老式的 Oscar MK.48 系列卡车。这款老式卡车呢，于1985年推出，是 USMC 后勤车队的中流砥柱。而 LVSR 卡车在概念上类似于美国陆军托盘装载系统，其第一批生产车辆于2009年交付。在作战功能方面，这种重型多用途卡车主要是用于运输重型工程和作战设备、集装箱以及基本物资。安装有卡特彼勒 C15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最大输出功率为600马力。在越野情况下，10×10的 LVSR 卡车车辆拥有12吨的有效载荷，陆地上则是达到了20.4吨。Top 8，美国 HE-MTT 系列卡车。该型卡车呢属于美国一型重型扩展机动战术卡车，由 Oscon 公司所研发。一经生产便在1982年在美国陆军服役，并且取代了老式的 M520 高尔卡车。设计之时呢，便是用于能够在任何气候条件下运行，并且实现车辆的快速部署。再加上 HE-MTT 卡车拥有多种变体，在拥有类似的底盘上，并且配备执行不同的任务，所以此款高机动性卡车也被美国军方用于执行本地和线路运输、部队补给等任务。在车体设计上，它的驾驶室能够安装附加装甲套件，使其成员免受炮弹碎片和轻型武器火力和伤害，并在车顶顶部装有一个机枪支架。在车辆动力方面，配置有底特律柴油的 8V92TA 涡轮增压柴油发动机，拥有450马力的最大输出功率。Top 7，俄罗斯 KAMAZ 5350系列卡车。该型卡车是俄罗斯的一款中型军用卡车，它是 KAMAZ 4310的后续改进型，最早是在1980年开始生产的，曾经是苏联军队的主力卡车。而 KAMAZ 5350是在2003年开始生产的，主要是供民用和军用客户来使用。在设计方面，它采用了传统式布局，应用了前控制室和前置发动机的设计。基础型号配置有通用的部队货物车身，并且带有可以折叠的侧面和尾门。而且此型卡车的车身也有多种款式可以选择，拥有4×4和6×6两种配置。在越野情况下，其有效载荷为6吨。Top 6，美国 MTVR 系列卡车。该型车辆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和海军所使用的全地形全驱车辆，由 Oscon 公司所研发，最早于1998年首次在美国部署，并在2005年形成了全面生产，并且取代了老旧的 M809 6×6卡车和1970年代到1982年间生产的M939 6×6卡车。现在所有版本的 MTVR 都使用了相同的6×6配置，其发动机安装于前玻璃纤维发动机罩下，并且配置有铰链铝制挡风玻璃，而且门框的驾驶室顶棚可以向下折叠，以此降低车辆的整体高度。在越野的情况下， MTVR 拥有7吨的有效载荷，而在平整的路面上行驶时，最大有效载荷达到了15吨，并且能够牵引11吨左右的载荷，适用于任何货物托运、搬运等任务。Top 5，乌克兰 KRAZ 6322卡车。该型卡车是由 KRAZ 汽车公司所研制，虽然是由上一代的 KRAZ 255和260型号改进而来的，但是却经过了大量的技术升级，
最早是在1999年开始生产，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甚至更早。现今大量服役于乌克兰、安哥拉、埃及、印度等国家，并且美国也曾经为伊拉克军队大量订购了此类卡车。在其性能方面， KRAZ6322 重型卡车拥有超过10吨的有效载荷能力，并且还能够牵引最大重量重达30吨的拖车。其主要作用是适用于不同的负载和部队运输，车辆最多可以搭载24名士兵。基础型号可以改为多种车型，在标准车型上配置有带蝴蝶结的可以拆卸防水油布。TOP 4，俄罗斯乌拉尔4320系列卡车，该型卡车几乎占据了俄罗斯所有的民用运输及军用运输的领域，甚至其白杨洲际导弹所采用的底盘也是由其改来的。它沿用了1961年投入生产的乌拉尔375的生产线，并且从1976年开始，乌拉尔4320的生产就从没发生过重大变化，所以这型车在设计和技术上都是非常传统的。在越野的情况下，其最大有效载荷为4.5吨，公路情况下为6吨。其基础型号都是作为部队和货物运输车来使用的，但是也能够作为火炮牵引车使用。此外，乌拉尔4320还配备了由全轮驱动及中央轮胎压力系统，是一型比较不错的越野卡车。TOP 3，德国 MAN SX 系列卡车，该系列卡车虽然共享了一些 MAN HX 系列的技术，但是却拥有着更硬的底盘和更大的机动性，而且 SX45 是8×8的重型卡车，所以更适应于恶劣的越野条件。其最大有效载荷容量为14到16吨。这款卡车就是专门为军事需求所研发的，目的呢是携带重型和专用设备，比如雷达、指挥所、导弹发射器等等。除此之外，也常被用作装载扁平架和集装箱的负荷处理系统。在设计上，此型车辆能够与跟踪的战斗车辆在任何地形上保持同步，而且此型卡车还装有中央轮胎气压系统，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可以越过1.2米的水障碍物，并在准备的情况下后便可以达到1.5米，甚至某些型号还能够由 C130大力神来空运。TOP 2，美国 FMTV 系列卡车。该型卡车最初是由斯蒂文森公司所研制，当时主要是为了替换掉美国陆军库存中已经老化的中型卡车。最早一批卡车呢是在1996年交付美军，而到了后来的2012年，此型车辆便由奥斯康公司生产。而 FMTV 是在奥地利斯泰尔 12M18 卡车的基础上改装而来的，中间经过了大量的改进，能够作为6×6中型战术车或者是4×4轻型中型战术车使用。而且这两种款式的驾驶室、发动机、传动系统、车桥等大部分的部件都是互通的，而且此设计的很多零件都是常见产品。其中4×4的 LMTV 是 M1078 货运卡车，而6×6基本模型是 M1083。现在 FMTV 的主要作用就是运输货物和士兵，是现今美军地面运输的主力军。此系列军用卡车在21世纪服役，并且远受远东和其他地区。TOP 1，德国梅赛德斯奔驰乌尼莫克。该款军用卡车距今已经有了87年的发展历史。最初设计时是在1945年，设计之初呢是为了作为简单高效的多用途机器。发展到现在，乌尼莫克的种类已经增加到了1.25吨到7.5吨有效载荷的4×4多用途卡车系列，有些也为6×6的型号。而且这种车辆也能够用于军事，也可以用于民用。其优越的越野性能，现今的乌尼莫克已经被众多国家采用。不过，虽然乌尼莫克这些年已经推出了多款车型，甚至其车身造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但其所有版本都是坚固而且高效的。其车型包括了用作部队的救护车、运输车、指挥车、设备运输车等，而且其最大的优点就是其零件可以在全世界各地买到。那么大家认为这些卡车的性能怎么样呢？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。如果各位有什么想看的系列，也可以发在评论区内，我们会尽快将其安排上日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